我入赘的第3个月，岳父一家终于向我摊牌了。我们的家庭会议现在开始。第1项议程：工业革命。第2项：基于期货模型的全国丝绸贸易网络。第3项：我的高产杂交水稻必须尽快推广。姐、爹、妈，你们搞这些都得有兵护着。家里的护院我已经按特种作战模式训练了3个月，可以拉出去实战了。我看着他们热火朝天地讨论着这些我闻所未闻的词汇，激情澎湃，仿佛要撬动整个大燕王朝。而我，沈哲，苏家名义上的赘婿，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穷秀才。我默默地跪坐在一旁，为大家添着茶水，手心里全是冷汗，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因为他们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懂。他们以为我是这个时代的土著，却不知道我也是个穿越过来的老乡。阿哲，你怎么看？岳父忽然把问题抛给了我，炯炯的目光里带着几分考笑，几分属于现代企业家的压迫感。我差点把茶壶扔出去。我怎么看？我跪着看。我一个21世纪的历史系研究生，论文写到一半，电脑炸了，醒来就成了大燕王朝一个家道中落的倒霉秀才沈哲。为了活下去，也为了能继续安安稳稳地看书，我选择了一条最没出息但也最安逸的路——入赘。苏家是江州首富，有钱但没社会地位，招个读书人当赘婿，一来是想改换门庭，二来是给我那才名远扬却眼高于顶的老婆苏清玉当个门面。我本以为这辈子就是混吃等死当个吉祥物，谁知道洞房花烛夜，我那美若天仙的老婆一开口，差点把我送走。她不问我诗词歌赋，不问我圣人文章，她问我你知道什么叫杠杆吗？我当时就懵了。后来的3个月，我活得战战兢兢，通过旁敲侧击和暗中观察，终于拼凑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我这岳父一家他妈的全是穿越者。岳父苏建成前世是国内顶尖的工科博士，钢铁冶炼专家；岳母刘梅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专攻杂交水稻；我老婆苏清玉华尔街的金融精英，玩转资本的天才；小舅子苏瑞前特种部队小队长，格斗射击样样精通。一家4口团建旅游时遇上泥石流，组团穿越了。而我这个半吊子历史系研究生，在他们面前简直就是个专业不对口的战五渣。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我比他们早来2年，已经完美的融入了这个土著的身份。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需要被启蒙、被带领的封建社会余孽。阿哲，爹问你话呢。苏清玉碰了碰我的胳膊，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在他眼里，我这个相公除了长得好看、字写得漂亮外，一无是处，胆小怕事，迂腐守旧。我定了定神，露出一个谦卑而困惑的笑容。岳父大人，诸位所言，小婿才疏学浅，实在是听不懂，只是觉得这炼钢似乎是朝廷才能做的大事，我们商家恐怕不妥吧。我的声音很轻，带着读书人特有的温吞。阿哲啊，你就是被这个时代束缚了思想，什么朝廷才能做？等朝廷那帮昏官反应过来，我的高炉都能量产了，技术就是第1生产力。他指着图纸，意气风发。我选了城东30里的那片河滩地，地方够大，取水也方便，明天就动工。我心里咯噔一下，城东30里，黄河故道决堤口，那地方我熟啊，不是地理知识，是史书上书，5年一小淹，10年一大淹，年年夏天都得提心吊胆。这要是把厂子建在那儿，别说工业革命了，工业泡汤还差不多。我不能直接说我知道那地方会发大水，一个穷秀才怎么会知道这个？比岳父懂水利，我的人设会瞬间崩塌。在这个全是穿越者的家里暴露身份，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会怎么看我？一个隐藏的同类，还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我不敢赌，我只想安安稳稳地苟下去。于是我换上了一副更加惶恐和迷信的表情，小心翼翼地开口：岳父大人，万万不可啊！为何不可？我哆哆嗦嗦地说道：小婿年幼时曾听一位云游的老道长说过，城东那片河滩乃是恶龙锁喉之举，地脉不稳，阴气极重，在那里动土会惊扰龙王，降下水患的。我把声音压得极低，仿佛在说什么天大的秘密。不吃，姐夫，你还信这个？什么龙王？不过是封建迷信，要相信科学。夫君别胡说了。苏清玉也无奈地摇了摇头，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傻子。老苏，要不还是再看看，小心没大错。只有岳母刘梅常年在田间地头跑，对民间说法有几分敬畏。她迟疑道：迷信荒谬，我平生最不信的就是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我亲
亲自去看过，地质稳定，水源充沛，是绝佳的建厂地点，就这么定了。他一锤定音，家庭会议的气氛再次热烈起来。我低下头，默默地继续添茶，心里却在飞速盘算，硬劝是没用了，我得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第二天，我借口要去城里拜访一位老学究，起了个大早。我没去拜访学究，而是拐进了江州府最大的书局，花光了我这个月所有的月钱，买了一本《江州水文志》。这是一本很老的书，记录了江州100年来大小水患的详细情况。然后我又去了趟当铺，用我娘留给我唯一的1块玉佩换了2两银子。拿着银子，我找到了城里最有名的测绘先生，请他喝了一顿好酒。酒过3巡，我无意中提起，说我岳父要在城东建个大宅子，想请他帮忙看看风水，顺便画一张精准的舆论图，也就是地形图。老先生欣然应允。3天后，一张详尽的江州东郊地形图和一本被我做得破破烂烂，仿佛传家宝一样的江州水文志，被我不经意地遗忘在了书房的桌案上。那天晚上，苏建成的书房灯火亮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苏建成顶着2个黑眼圈把我叫到了书房，他没说话，只是把那本地形图和江州水文志推到我面前涂上。城东那片河滩地被他用朱笔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圈，而水文志正好翻开在景元7年黄河改道江州东30里晋为泽国那一页，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景元12年、17年、22年，几乎每隔5年，那个红圈区域就会被洪水重点关照一次。这是你弄的？苏建成的声音有些沙哑。岳父大人恕罪，小婿只是觉得老道长的话不应全当戏言，便想着查查旧档，以求心安。这些都是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的，没想到竟如此巧合。我把一切都推给了巧合和迷信。苏建成盯着我看了很久，眼神复杂，有震惊，有后怕，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审视。他是个聪明人，自然不信什么老道长的鬼话，但他更相信数据和事实。水文志上的白纸黑字，地形图上的等高线，都冷冰冰地告诉他，如果他真的在那儿建厂，不出2年，他那工业革命的火种就会被一场大水浇得一干二净。许久，他才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你做得很好，以后家里的事你多听听，也多说说。他虽然这么说，但我知道我已经在他心里埋下了一根刺。一个看似愚昧的土著女婿，却用迷信的方式办成了一件科学都差点忽略的大事。这件事让他们全家都对我刮目相看。苏清玉看我的眼神不再是纯粹的无奈，多了几分探究。小舅子苏瑞虽然嘴上还说着姐夫你就是运气好，但也不再当着我的面嘲笑我信鬼神了。而我则更加小心翼翼，因为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一个现代工科博士，一个农业专家，一个金融天才，一个特种兵，这4个人凑在一起，他们想搞的事绝不止一个炼钢厂那么简单。他们就像4个拿着炸药包冲进瓷器店的孩子，热情高涨，能量巨大，但对这个世界的规则一无所知。而我就是那个唯一知道哪些瓷器是前朝古董，价值连城，碰都不能碰的人。炼钢厂的风波刚过，我老婆苏清玉的金融革命就提上了日程。她的计划非常宏大，她想以苏家的丝绸和茶叶生意为基础，建立一个覆盖整个江南的贸易网络。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她想引入期货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让茶商和丝绸商提前预购未来产出的茶叶和丝绸，签订合约。这个合约本身还可以交易和流转。这套玩法在现代是基操，但在大燕王朝绝对是惊世骇俗。他写了一份长达几10页的计划书，里面全是各种我熟悉的模型和术语，什么对冲风险、杠杆交易、标准化合约，看得我眼皮直跳。家庭会议上，他神采飞扬地讲解着自己的方案，苏建成和刘梅听得连连点头，满眼都是对自己女儿的骄傲。青玉这个想法好啊，盘活了，把未来的钱拿到现在来用，这简直是神来之笔。苏建成激动地拍着大腿，姐，这要是搞成了，我们家得赚多少钱？到时候我再多招点人，把护院扩建成一个团。我听得头皮发麻，赚多少钱？赚的钱越多，死得越快。他主动找到了顾陆王3家，他没有谈什么期货，而是提出了一个分红的概念。他告诉3家，苏家愿意出资整合江南所有的丝茶资源，建立一个统一的品牌和销售渠道，而3家不需要出钱，只需要利用他们的权势和人脉，为这个新渠道保驾护航。赚到的钱，苏家只拿40%，剩下的60%3家平分，这相当于白捡的钱，3家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而苏清玉真正的杀招藏在合约的细节里，他利用复杂的财务设计，将分红权与股权悄然分离，又设立了层层防火墙，保证了苏家对整个商业帝国的绝对控制权。这套操作，别说大元朝的土著，就连我这个半吊
调子看得都眼花缭乱。顾鲁王3家那些脑满肠肥的家主，更是被绕得云里雾里，乐呵呵的就签了字。苏家的商业帝国以一种更隐蔽也更稳固的方式开始悄然扩张。苏清玉的能力让我叹为观止。与此同时，岳母的杂交水稻也在苏家自己的田庄里获得了惊人的丰收，亩产是寻常水稻的3倍有余。小舅子的护院也扩充到了500人，装备上了岳父炼钢厂出品的精炼钢刀，战斗力堪比正规军，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苏家就像一辆安装了核动力引擎的超级跑车，在这条古老的赛道上疯狂飙车。我坐在副驾驶，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心里却越来越不安，因为我知道这条路的尽头站着一个所有穿越者都无法回避的终极 BOSS， 那就是黄泉。麻烦比我想象的来得更快。第一个引爆点是岳母的杂交水稻。粮食在任何时代都是国之根本，当苏家田庄亩产1000斤的消息传出去后，整个江南都轰动了。江州知府亲自登门，态度恭敬的像个下人，请求岳母献出神种以解万民之急。岳母刘梅是个实在人，一听是为了百姓，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她把最好的种子连同种植技术毫无保留地交了出去。结果呢，种子被知府如获至宝地送去了京城。皇帝龙颜大悦，下旨嘉奖，但嘉奖的不是苏家，而是江州知府体察民情，寻得神种，为国分忧。知府大人因此连升3级，而苏家只得到了一块乐善好施的牌匾和100两银子的赏赐。更要命的是，这神种被列为了皇家贡品，严禁民间私自种植和贩卖。苏家田庄里的高产水稻一夜之间成了违禁品，岳母气得差点晕过去。她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被人巧取豪夺，还落了个私藏贡品的罪名。苏建成和苏瑞更是暴跳如雷，嚷嚷着要去衙门讨个说法。说法？爹，小舅子，你们想讨什么说法？我拦住了他们，声音前所未有的冰冷。是想说知府大人冒领功劳，还是想说皇帝的赏赐不公？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功劳。苏瑞气得脖子都红了。是我们的，但现在不是了。我看着他们，一字一句地说道。从种子交出去的那一刻起，他就姓赵了。这是皇家的东西，懂吗？我们再说一个不字，就是欺君，就是谋逆。书房里一片死寂，他们终于从现代人的思维里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皇权那不讲道理的恐怖。那就这么算了，只能算了，破财免灾。至少我们苏家乐善好施的名声传出去了，皇帝也知道了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算太亏。我只能这样安慰他们，但我的心里警铃大作，这是一个信号，皇帝已经注意到苏家了。就像一只沉睡的猛虎，闻到了血腥味，睁开了眼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粮食的风波刚被我强压下去，小舅子苏瑞那边又出事了。他训练的那500护院战斗力实在太强了。前段时间，苏家一批运往北方的丝绸在路上遇到了山匪，500多个穷凶极恶的山匪围攻苏家30人的护送队，结果不到1个时辰，山匪被全歼，苏家护院毫发无伤。此事一出，天下震动，所有人都被苏家护院的战斗力惊呆了。很快，江南总兵府就派人来了，来的不是为了嘉奖，而是为了协查。罪名是苏家私藏铠甲、弓弩等违禁军械，有谋逆之嫌。这是一盆脏水，但泼得你没法辩解。苏家的护院确实没有铠装和弓弩，他们用的都是岳父钢厂出品的金刚朴刀和特制的短矛，但杀伤力比官军的制式武器强了不止1个档次。而且苏瑞用的都是现代特种兵的训练方法和战术，讲究团队协作和阵法配合，打起架来1个人能当10个人用，这在官府看来比私藏铠甲更可怕。这意味着你苏家有能力也有意图在打造一支私人的精锐部队，这触碰了皇权的第2条底线。江南总兵亲自带兵包围了苏家大宅，黑压压的军队，明晃晃的刀枪，肃杀之气让整个苏家都陷入了恐慌。苏建成和刘梅什么时候见过这种阵仗，吓得脸色惨白。苏瑞更是怒不可遏，抄起刀就要带人冲出去火拼。都给我站住！这一次我直接吼了出来，所有人都被我吓了一跳，包括苏清玉，他们从未见过我如此失态。你想干什么？带人冲出去，然后呢？坐视我们谋反的罪名，让苏家满门抄斩吗？苏瑞被我吼得一愣，手里的刀也垂了下来。那怎么办？姐夫，他们这是栽赃陷害。是栽赃，也是试探，是皇帝在试探我们，他想看看我们苏家这只突然冒出来的肥羊到底有没有獠牙。现在我们不仅不能露獠牙，还得把羊毛都剃了，主动送到他嘴边。岳父，钢厂不能再开了，把所有图纸、工匠连同钢厂本身献给总兵大人，就说是我们孝敬朝廷的。小舅子，护院必须解散，不能叫解散，要叫输送，挑选300最精锐的献给总兵大人，充实军务，剩下的发足遣散费，让他们回家种田。最后
夫人，准备好银子，大量的银子，我们要用钱把这条命买回来。我的话让整个苏家都陷入了绝望，自断臂膀，倾尽家财，这是何等的屈辱！苏建成浑身颤抖，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苏清玉的眼中也噙满了泪水。夫君，真的只能这样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我比他们任何人都清楚，这位大燕王朝的宣武皇帝是个怎样多疑、残暴又贪婪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下，任何过于耀眼的存在都是一种原罪。苏家妥协了，在我的力主之下，苏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价值100万两的炼钢厂拱手相让，耗费无数心血训练的500精锐护院，300人被编入了官军，成了总兵的亲卫，剩下200人遣散。苏清玉更是动用了几乎所有的流动资金，上下打点，从江南总兵到京城的各位大佬，送出去的银子如流水一般。终于，那支围困苏家数日的军队撤走了，苏家的谋逆嫌疑也以一场误会而告终。危机似乎解除了，但苏家也元气大伤。苏建成一夜之间仿佛老了10岁，整日唉声叹气。苏瑞更是像被抽掉了主心骨，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整个苏家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只有我依旧像往常一样平静地读书写字。苏清玉找到了我，她清瘦了许多，眼中布满了血丝，但那份属于精英的锐气并未消散。我们做错了吗？没有，我们只是太快了。太快了，我们就像一棵一夜之间就长成了参天大树的怪树，所有人都想过来砍一刀，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皇帝就是那个最想砍我们的人。夫人，你觉得皇帝为什么会放过我们？因为我们交出了钢厂和护院，还送了那么多钱。不，这些只是让他暂时满意的开胃菜，他真正想要的是能下金蛋的鸡。我指了指他，又指了指他的父母。他想把我们弄到京城去。我沉重的点了点头。话音刚落，管家连滚带爬的跑了进来，手里高举着一卷明黄色的圣旨。老爷夫人，宫里来人了，圣旨到了。圣旨的内容和我预料的一字不差。皇帝盛赞苏家忠君爱国，深明大义，特召苏建成、刘梅、苏清玉、苏瑞4人即刻进京面见圣上，共商国事。旨意里对他们4人的才能大加褒奖，称苏建成为国之巧匠，刘梅为农技之神，苏清玉为理财奇女，苏瑞为少年英豪。每一个封号都像一道催命符。圣旨里唯独没有提我这个赘婿的名字。在皇帝眼里，我这样一个小小的秀才根本不配进入他的视野，这正合我意。但苏家人却彻底慌了神。不能去了京城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再也回不来了。苏建成激动地说道。对，我们连夜跑，凭我们的本事，跑到哪里不能东山再起。反了，他奶奶的，大不了就反了，我就不信，凭我们。住口！我再次打断了他们。我看着这3个已经被逼到绝境，开始说胡话的家人，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无力感。他们还是不明白，这不是现代社会，可以辞职，可以移民，这是皇权至上的封建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跑？你能跑到哪里去？反？你拿什么反？就凭你那300个已经被收编的护院。圣旨以下，我们不去就是抗旨，抗旨就是谋逆。天下之大，再无我苏家容身之地。那去了就是自投罗网。苏清玉绝望地看着我。夫君，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看着他眼中的哀求，我沉默了。书房里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看着我。我知道摊牌的时候到了。我深吸一口气，站起身，用一种他们从未听过的带着21世纪标准普通话口音的清晰而流利的语调说道：别慌，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沈哲，211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研究方向宋明经济史与宫廷政治。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我熟，你们要去见的那个人我更熟。我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论大延宣武帝赵景的统治术与晚年政治清洗运动，所以请相信我的专业判断，这次进京不是死路一条，操作得好，这天下都能换个姓。整个书房安静的能听到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岳父苏建成张大了嘴，手里的茶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岳母刘梅瞪圆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怪物。小舅子苏瑞那张总是写满桀骜不驯的脸上，此刻只剩下纯粹的震惊。而我老婆苏清玉，她先是愕然，随即眼中爆发出一种混杂着狂喜、惊异和一丝恍然大悟的复杂光芒。老乡，我点了点头，
积压在我心头2年多的伪装和孤独轰然瓦解。接下来的1个时辰，整个苏家的世界观被我彻底颠覆了。我没有解释我是怎么来的，只是简单的告诉他们，我比他们早来了2年。我把重点放在了我们即将面对的敌人宣武皇帝赵景身上。宣武帝赵景30岁登基，在位20年，他是个极其复杂的君主。他聪明果决，富有远见，早年励精图治，确实算得上一代明君。但是他骨子里极度缺乏安全感，猜忌心极重，且手段狠辣，信奉绝对的皇权。他的人生信条可以总结为8个字：为我所用，用完则弃。我看着苏建成，岳父，你的炼钢技术他会奉为至宝，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榨干你的所有知识，再给你安一个私藏利器、图谋不轨的罪名，让你和你的技术一起消失。我又看向刘梅，岳母，你的神种他会用来安抚流民，彰显仁德，但你这个能创造神种的人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因素，他会把你供奉起来，终生软禁在深宫，直到你再也培育不出新品种为止。接着是苏芮，小舅子，你的练兵之法他会用来打造一支最精锐的禁军，但这支军队的指挥权绝不会在你手上，而你这个知道练兵核心秘密的人，最好的下场就是战死沙场，为国捐躯。最后我看向苏清玉，我的妻子，至于你清玉，你的理财之能是他最需要也最忌惮的，他会让你帮他搜刮天下财富，充实他的私库，等你把所有士族商贾都得罪光了，再也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会杀了你，用你的命来平息那些被你搜刮过的人的怒火，顺便把所有财富都变成他一个人的。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柄重锤，狠狠地敲在他们心上。他们引以为傲的现代知识和技能，在绝对的皇权面前，不过是催命的符咒。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还有活路吗？有，想要活下去唯一的办法不是逃，也不是降，而是换掉他，换掉那个坐在龙椅上的人。这个念头比工业革命还要疯狂100倍！你疯了，沈哲，这是谋逆诛九族的大罪！我们现在去京城和谋逆有什么区别？不过是早死和晚死的区别。坐以待毙，我不习惯。我看着他们，眼神前所未有的坚定。你们有技术，有钱，有方法，而我有蓝图。我有这个王朝接下来20年的所有剧本。我知道哪位皇子会因为一句话被废，哪位将军会因为一场败仗被杀，哪场天灾会动摇国本，哪次政变会血流成河。宣武帝不是神，他会犯错，而我们就要抓住他的每一个错误，把他从那张椅子上拉下来。我的话让整个书房的空气都凝固了。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扶持一位新的君主？没错，一个听话的，一个能让我们活下去并且活得很好的新君主。谁？苏芮迫不及待地问。我在地图上京城旁边的一个小点上重重地点了一下，燕王赵朔。燕王，我听说过他，宣武帝的第7个儿子，母亲只是个宫女，早年因为在宫宴上失仪，被宣武帝厌弃，15岁就被赶去封地，至今已经10年了，几乎被所有人遗忘。扶持他，他有什么资本？他最大的资本就是被所有人遗忘。正因为他不起眼，宣武帝才对他没有防备。正因为他被打压了10年，他心里才充满了对那个龙椅的渴望和对宣武帝的怨恨。更重要的是，我加重了语气。根据史，根据我的研究，2年后北方蛮族将会大规模入侵，宣武帝御驾亲征，结果大败，被围困在土木堡。朝中太子和魏王为了争夺监国之位，内斗不休，京城大乱。而这个时候，唯一一个率领封地兵马不顾一切千里秦王，最终击退蛮族，稳定了局势的人，就是燕王赵朔。经此一役，他声望达到顶峰，彻底拥有了和太子魏王分庭抗礼的实力。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提前2年找到他，投资他，把我们的钱、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一切都压在他的身上。我们要让那场2年后才会到来的胜利变得更加辉煌，更加不可思议。我们要把他打造成大燕王朝的战神，唯一的救世主。我的声音在书房中回荡，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力量。苏家人听得目瞪口呆，他们仿佛在听一个神棍讲述着未来的天机。但这个神棍是他们的老乡，一个来自信息爆炸时代的历史系研究生。他们知道我说的很可能都是真的。好，夫君，我信你，你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有了他的支持，苏建成和刘梅也下定了决心。姐夫，干了！要杀谁？你说话！我看着重新燃起斗志的一家人，欣慰地点了点头。很好，我们的第1个目标进京，第2个目标活下去，第3个也是最终的目标屠龙。前往京城的路上，我们没有丝毫耽搁。表面上我们是感恩戴德、基于面圣的忠臣，暗地里我们已经开始执行我的屠龙计划。第1步，苏清玉动用了他所有的商业网络，通过各种隐秘的渠道，将一笔巨额的资金
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燕王赵朔的封地北平。这笔钱以一家新开的北平商行的名义，用来收购北平的土地、商铺以及最重要的铁矿和马场。同时，苏建成把他脑子里所有的炼钢技术和武器图纸默写了10几份，其中最基础的版本是我们准备献给皇帝的，而最先进的版本则通过商行的渠道秘密送往北平。刘梅则将他培育出的最高产、最耐寒的几种作物种子混在普通的商队货物里，分批次的运往北方。而苏瑞，他的任务最重，他带着我给他画的几张草图，马镫、马蹄铁以及改良的滑轮复合弓，带着苏家最忠心的几个旧部脱离了主队，伪装成行商，秘密北上。他要去见燕王赵朔，他要成为燕王的第一位奇人，用这些跨时代的发明敲开燕王府的大门，获得他的信任。我们一家人兵分两路，父母和我们夫妻俩走向龙潭虎穴的京城，而小舅子则带着我们全家的希望去寻找那条潜伏的龙。这盘棋我们已经落子。1个月后，我们抵达了京城。京城的繁华远超江州，但在这繁华的表象之下，我却能嗅到一股压抑和腐朽的气味。宣武帝接见了我们，他比史书上描写的更具威严。他坐在高高的龙椅上，眼神锐利如鹰，仿佛能看穿人心。苏建成、刘梅、苏清玉在他面前都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他们献上了准备好的礼物：炼钢技术、高产种子以及一份为国效力的万言书。宣武帝很满意，他当场封苏建成为工部侍郎，专管军器监，封刘梅为司农司少卿，负责皇家农庄。轮到苏清玉时，他沉吟了许久。朕听闻苏氏清玉有惊天伟地之才，能点石成金。朕的户部正缺一个会理财的人，朕预设内城运库，专管皇家内掏，就由你来执掌，你可愿意？内城运库，我心中一凛，这不就是皇帝的私人小金库吗？历史上，宣武帝就是利用这个机构绕开国库和户部，疯狂敛财，最终导致天下民怨沸腾。而第一任执掌内城运库的女官，史书上记载姓苏，聪慧绝顶，但下场凄惨，最后被皇帝赐死，以平民愤。历史还是走上了原来的轨道。苏清玉看了我一眼，我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臣女遵旨。宣武帝龙颜大悦，他赏赐了苏家一座京城的宅邸，无数金银珠宝。苏家仿佛一步登天，成了京城里最炙手可热的新贵。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已经走进了虎口。从踏入京城的那一刻起，我们每天都活在刀尖上。京城的生活远比在江州时更加凶险。岳父进了军器监，立刻被架空了。他带来的几个工匠被安排在最偏远的角落，而他本人则每天被各种繁文缛节和官场应酬包围，根本接触不到核心的生产。皇帝要的只是他脑子里的技术，而不是他这个人。岳母在司农司情况稍好一些，他的高产作物确实让皇家农庄的收成翻了几番，但他也因此得罪了所有靠倒卖皇家贡品为生的勋贵和太监，他们视他为眼中钉，各种小动作不断。最危险的还是苏清玉，他执掌的内城运库就是一把双刃剑。皇帝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清查全国的盐铁税，这是最大的一块肥肉，也是最烫手的一个山芋。盐铁贸易一直被各大氏族门阀和地方藩王把持着，里面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苏清玉动用他的金融手段，雷厉风行，在短短3个月内就查出了上千万两的亏空，追回了数百万两的税银，极大地充实了皇帝的内库。皇帝对他赞不绝口，赏赐不断，但同时他也把全天下的权贵都得罪了个遍，每天弹劾他的奏章在朝堂上堆积如山，说他与民争利，手段酷烈，奸猾商女，祸乱朝纲。若不是皇帝力保，他恐怕已经被那些言官的唾沫淹死了。而我则依旧扮演着那个无用的赘婿角色。我没有官职，每天的工作就是陪着苏清玉上下朝。在别人眼里，我是个靠老婆吃软饭的小白脸，但只有苏清玉知道，我才是那个真正执旗的人。每天晚上，苏家的书房都会进行一场秘密的复盘。岳父会告诉我，今天军器监的哪位大人又在暗示他所会；岳母会告诉我，司农司的哪个管事又克扣了他的试验田。苏清玉则会把今天朝堂上的所有争斗、官员的派系、皇帝的态度原原本本的复述给我听，而我则根据这些信息，结合我脑中的史料，为他们制定第2天的应对策略。爹，明天兵部尚书的儿子大婚，你准备一份厚礼送过去。军器监的管辖权就在兵部尚书手里。娘，明天你上个折子，请求将高产作物的种植方法推广到禁军的屯田区。这样一来，那些勋贵就不敢再动你的田庄了，因为这关系到禁军的粮饷。青玉，盐铁税的案子到此为止，把查到的账本选择性的交给皇帝，重点突出淮南王和宰相门生的罪证，其他人暂时不要动。我像一个最精准的外科医生，小心翼翼的在这滩浑水里为苏家寻找着生存的空间。我们走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因为我知
知道皇帝的耐心是有限的，他在利用我们，也在消耗我们。等我们把所有人都得罪光，再也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是他收网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他收网之前，让燕王快点成长起来。北方的消息断断续续的传来，苏芮成功了，他献上的马镫和马蹄铁，让燕王的骑兵战斗力瞬间提升了一个档次。北平的铁匠在苏建成留下的图纸指导下，已经能小规模的生产出锋利坚固的钢刀。留煤的耐寒作物也开始在北平的土地上试种。燕王赵朔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奇人苏芮，以及他背后那个神秘的北平商行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和支持。我们的第一步棋走得很稳，但是时间不等人，京城这边的局势越来越紧张。苏清玉的内城运库已经成了悬在所有贪官污吏头顶的一把刀，而他也成了所有人的公敌。终于他们出手了。在一个深夜，苏清玉从皇宫回府的路上遭遇了刺杀，数十名黑衣死士从街道两旁的房顶上扑下，刀刀致命。幸好我早有预料，我花重金请了京城最顶级的镖局暗中护卫。一场惨烈的厮杀后，刺客被全部歼灭，但苏家的护卫也死伤惨重。苏清玉虽然没受伤，但吓得小脸煞白。我们都知道这是警告，是那些被他动了蛋糕的权贵们发出的死亡警告。我看着刺客尸体上留下的独特标记，眼神冰冷，是淮南王的人。淮南王，皇帝的亲弟弟，也是这次盐铁税案中被苏清玉查出的最大蛀虫之一。他们这是在逼我们。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吓住我？不，他们不是在逼你，他们是在逼皇帝。逼皇帝？对，他们是在告诉皇帝，如果你再纵容这个女人查下去，京城就要乱了。他们是在逼皇帝，在你和朝堂的稳定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苏清玉瞬间明白了，他的脸色变得比刚才还要苍白。那皇帝会怎么选？我没有回答，但我知道宣武帝一定会选择后者。他可以没有苏清玉，但他不能没有一个稳定的朝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果然，第二天早朝风向就变了。一向支持苏清玉的几位御史突然调转枪口，开始弹劾他办事操切，激起民变，动摇国本。朝堂上一半以上的官员都在附和。龙椅上的宣武帝面沉似水，一言不发。他只是冷冷地看着跪在殿下的苏清玉，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欣赏，只剩下冰冷的审视。他需要一颗人头来安抚这群被他纵容起来的恶狼，而苏清玉就是最好的人选。下朝后，苏清玉回到府中，整个人都快垮了。夫君，我们是不是要输了？我扶住他，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不，我们的机会来了。机会？对。我从怀里掏出了一份我准备了很久的奏章。这份奏章你明天上呈给皇帝，然后你就称病在家，内城运库的所有事务都交给副手处理。苏清玉接过奏章，只看了一眼就惊呆了。这是北方蛮族各部落的堪舆图、兵力分布以及他们最新的动向。你怎么会有这个？我不仅有这个，我还知道最多不出1个月，蛮族的雄鹰部落就会因为过冬的粮食短缺，集结3万骑兵南下劫掠，而他们的首选目标就是防备最松懈的云州，而云州的守将恰好是淮南王的小舅子。苏清玉冰雪聪明，瞬间明白了我的全盘计划。你是想借刀杀人？不，我是想告诉皇帝，谁才是真正能为他分忧的人。我也是想告诉他，他的江山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稳固，一场边境的小小冲突就能让他的朝堂天翻地覆，而唯一能帮他稳定局势、解决麻烦的人只有我们，这就是我们和他谈判的最后的筹码。苏清玉按照我的计划，第2天就上呈了那份关于北方蛮族异动的奏章。如我所料，这份奏章石沉大海，在朝中大佬们看来，这不过是苏清玉为了转移视线、脱离盐铁税案的伎俩。一个江南的商女怎么可能知道千里之外的军国大事？荒谬！宣武帝也没有任何表示，只是准了苏清玉的假，让她在家好生休养。一时间，所有人都以为苏家要倒了。曾经门庭若市的苏府，瞬间变得门可罗雀，墙倒众人推。就在所有人都等着看苏家笑话的时候，一封800里加急的军报从北方传到了京城。蛮族雄鹰部落3万铁骑突袭云州，云州守将淮南王的小舅子毫无防备，一触即溃，损兵折将数千人，城池失守。蛮族骑兵在云州境内烧杀抢掠，如入无人之境。消息传来，朝野震动。宣武帝当场气得摔了自己最心爱的砚台，在朝堂上勃然大怒，将淮南王骂了个狗血淋头。而此时，所有人才猛然想起，半个月前那个被他们嗤之以鼻的苏家女子上呈的那份奏章，上面的预言一字不差。整个朝堂一片死寂，所有看向苏家的目光都变了，从轻蔑变成了震惊，再从震惊变成了深深的恐惧。他们意识到，他们招惹的似乎不是一只待宰的肥羊，而是一个他们完全看不懂的怪物。御书房内，宣武帝平退了所有下人，只留下了苏清玉一个人。他没有问罪，也没有安抚，他只是死死地盯着苏清玉，仿
佛要将他看穿。你是怎么知道的？苏清玉按照我教他说的话，不卑不亢地回答：回禀陛下，臣女只是一个商人，商人逐利最看重的就是信息。为了保证商路的安全，臣女的商队遍布天下，北方的些许风吹草动，自然瞒不过臣女的眼睛。这个解释合情合理，但宣武帝显然不信。你的商队能探听到蛮族部落的军事调动？臣女不敢，只是臣女知道，今年北方大旱，冬天又来得特别早，蛮族缺粮，一定会南下，而云州恰好是防线最薄弱的地方。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推断，一个简单的推断就能精准预测3万骑兵的动向。宣武帝的眼中杀机一闪而过，他意识到苏家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控制。这家人就像一个黑洞，神秘、强大且无法预测。他升起了前所未有的忌惮，但他现在又需要苏家的能力。云州失守，边关告急，国库空虚，朝堂上下一片吵嚷，却没一个人能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需要钱，需要粮食，需要一个能帮他稳定局面的能臣。于是他压下了心中的杀意，换上了一副和蔼的面孔。爱卿受委屈了，如今国难当头，朕需要你，你可愿为朕分忧？苏清玉知道这是皇帝在给他台阶下，也是在给他最后的考验。他抬起头，眼中没有丝毫胆怯，反而充满了自信。为陛下分忧是臣女的本分，只是臣女有一策，不知当讲不当讲。说。要退蛮兵，需军费，需粮草，国库空虚，一时难以筹措。臣女恳请陛下准许臣女发行战争债券。战争债券？宣武帝皱起了眉头。是由内城运库出面，向京中百官、勋贵、富商借款，以朝廷税收为抵押，承诺1年后连本带利双倍奉还。这不是与民争利吗？不，陛下。苏清玉笑了，笑得像一只狡猾的狐狸。这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谁若不买，就是不忠；谁若不借，就是不爱国。这钱我们不是抢，是他们心甘情愿献给陛下。宣武帝听完，先是一愣，随即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大笑声。好一个共赴国难！他看着苏清玉，眼神里充满了欣赏和更加浓烈的忌惮。他知道，眼前这个女子是比那些蛮族骑兵更可怕的存在。她能帮他从那些权贵身上刮下3层油来，但有朝一日，他这把刀也可能会对准他自己。苏清玉的战争债券大获成功，在爱国和忠君的大旗下，没人敢不买。尤其是那些之前弹劾苏家最凶的官员，更是勇跃认购，生怕落于人后。短短10天，苏清玉就为皇帝筹集到了足够支撑一场大战的1000万两白银。他一战封神，在朝中的地位再也无人可以撼动。但我们全家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和皇帝之间已经从单纯的君臣变成了互相利用、互相忌惮的合作伙伴。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平衡。我们就像在钢丝上跳舞，下面就是万丈深渊。而打破这个平衡的契机很快就到来了。北方传来捷报，燕王赵朔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率领他那支装备了马镫、马蹄铁和金刚兵器的3000私兵千里奔袭，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出现在了云州战场。他利用苏瑞教给他的现代游击战术，不断骚扰伏击蛮族大军。最终在一场大雪中，他找到了决战的机会。他亲率3000精骑，正面冲垮了蛮族3万人的大营，阵斩雄鹰部落首领，一战攻城。消息传回京城，举国欢腾，所有人都被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燕王和他那支战斗力爆表的军队惊呆了。宣武帝又惊又喜，喜的是边患已除，惊的是他这个一向被他无视的儿子居然隐藏着如此强大的力量。他下旨召燕王赵朔回京领赏。我知道最后的决战要来了，皇帝要对他的儿子们动手了。而我们苏家作为燕王背后最大的金主，已经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场夺嫡之战的中心。燕王赵朔回京了，他带着赫赫战功，也带着一身的杀气。在宫宴上，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太子和魏王都向他频频示好，想要拉拢这位新晋的战神。但赵朔不为所动，他的目光只是偶尔会与坐在末席的我短暂交汇。宴会后，宣武帝单独召见了他，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御书房里谈了什么，只知道燕王出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而第2天，皇帝就下了一道旨意，燕王赵朔护国有功，特晋封为雍亲王，赐天子节杖，总领天下兵马，即刻启程，清剿北方蛮族余孽，名声暗降，给了个亲王的虚名，却夺走了他赖以生存的封地和军队，把他派去一个更危险的战场，自生自灭。这一手玩得又狠又绝，所有人都看明白了，皇帝这是要卸磨杀驴，不仅要杀燕王这头驴，更要杀我们苏家这头驴。因为就在同一天，一队禁军包围了苏府，罪名是苏家与燕王勾结，资敌通寇，意图谋反，图穷匕见了。宣武帝终于露出了他最残忍的獠牙，他不需要我们了，他
他要用我们的命来震慑他那个功高盖主的儿子，来受贿所有的权力和财富。苏家大宅被围得水泄不通，这一次比上次江南总兵为辅更加凶险。来的是皇帝最精锐的禁军，为首的是皇帝最信任的禁军统领李牧。我们插翅难飞，苏建成和刘梅已经面如死灰，他们怎么也想不通，明明立下了不世之功，为何转眼就成了阶下囚？只有我和苏清玉还保持着镇定，因为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夫君，我们还有后手吗？苏清玉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手心冰冷。我看着他笑了笑，当然有。我走到书房的墙壁前，转动了一个不起眼的烛台，墙壁轰然打开，露出一条漆黑的密道。这是我来京城第一天就让人挖的，通往城外30里的一处农庄。我拉着他走进了密道。我们不走。苏清玉却停下了脚步。爹娘还在外，我们不能丢下他们。我没说要走。我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竹筒，递给他。你从密道出去到农庄，把这个交给在那里等候的人，他会带你去见一个人。记住，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那你呢？我回头看了一眼灯火通明的苏府和外面那些杀气腾腾的禁军。我去见见我的老朋友，我要给他上最后一堂历史课。我没有逃，我独自一人走出了苏府的大门。禁军统领李牧看到我，有些意外。沈哲，苏家其他人呢？他们都在。我平静地回答，但我有几句话想单独和陛下说。说完，我们全家束手就擒。李牧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他知道我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翻不起什么浪。我被带进了皇宫，再次见到了宣武帝。他正在御书房里悠闲地品着茶，看到我，他一点也不惊讶，仿佛早就料到我会来。你是苏家那个赘婿？他放下茶杯，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朕倒是小看你了，他们都说你才是苏家真正的脑子。陛下谬赞。我躬身行礼，不卑不亢。说吧，你想跟朕说什么？是想求饶吗？不。我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我只是想给陛下讲一个故事。故事是一个关于土木堡之变的故事。我缓缓地将那段我曾在论文里写过无数遍的历史，用一种讲故事的口吻叙述了出来。我讲了皇帝的御驾亲征，讲了他的刚撅自用，讲了他的全军覆没，讲了太子和魏王的内斗，讲了京城的危在旦夕。最后，我讲到了燕王赵说的千里秦王和最终的力挽狂澜。我的声音很平淡，但每一个字都像惊雷在宣武帝的耳边炸响。他脸上的悠闲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震惊，是愤怒，是恐惧。因为他发现我说的每一步都和他脑子里正在盘算的计划不谋而合。他确实是想御驾亲征，一举扫平蛮族，建立不世之功。他也确实是想借此机会考验太子和魏王，看谁更适合继承他的江山。你到底是谁？他猛地站起身，指着我，声音都在颤抖。我叫沈哲，一个来自未来的史官，而我今天来是想告诉陛下，你的时代结束了。话音刚落，皇宫外突然响起了震天的喊杀声，无数身穿黑甲的士兵从四面八方涌入了皇城。他们的盔甲和武器是我从未见过的精良，他们的战术和阵型是我从未见过的凌厉。为首的一员大将手持长枪，威风凛凛，正是刚刚被贬出京城的雍亲王赵硕。他没有去北方，他一直就藏在京郊，他在等我的信号，等他父皇露出破绽。宣武帝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瘫软在龙椅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可能，不可能！禁军呢？李牧呢？陛下，个熟悉的声音从殿外传来，禁军统领李牧缓缓走了进来。他走到我身边，对我躬身一揖：“先生，幸不辱命。”李牧，你竟敢背叛朕！李牧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着他。陛下，良禽择木而栖，更何况臣的女儿，3年前死于太子和魏王的争斗，这笔账臣一直记着。宣武帝彻底绝望了，他最信任的将军背叛了他，他最引以为傲的禁军倒戈了。这一切都是眼前这个看似无害的书生布的局。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苏清玉献上那份蛮族堪舆图开始，还是更早？是从他踏入京城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在算计着今天。他想不明白，他看着我，眼中充满了怨毒和不甘。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摇了摇头，我只是想和我的家人好好活下去而已，而你挡路了。24
那晚，京城血流成河，但诡异的是，战火并没有蔓延到百姓之中。赵朔的军队目标明确，行动迅速，只用了3个时辰就控制了整个皇城和所有关键部门。太子和魏王的党羽被一网打尽，宣武帝被软禁在了深宫。第二天，一道罪己诏颁布天下，宣武帝称自己德不配位，致使边关失守，朝纲混乱，自愿退位，传位于屡建奇功、深得民心的雍亲王赵朔。一场惊天动地的宫廷政变就以这样一种近乎和平的方式落下了帷幕，史称玄武门之变 2.0。 当然，这是我私下里叫的，史书上只会记载新皇赵朔是众望所归，顺天应人，而我沈哲这个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人却仿佛从历史中消失了。新皇登基后，苏家得到了平反，苏建成和刘梅被封为国公和一品诰命夫人，但他们拒绝了所有官职，选择了告老还乡，回到江州继续研究他们的钢铁和水稻。他们说京城太吓人了，还是种田有意思。苏芮成了新朝的兵马大元帅，执掌天下兵权。苏清玉则成为了大燕王朝第1位，也是唯一一位女户部尚书，兼任皇家银行行长。她用她的金融才华为这个百废待兴的王朝注入了新的活力，而我则又做回了那个无用的赘婿。我拒绝了赵朔赐予我的一切官职和爵位，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家看书喝茶，等我那权倾朝野的老婆下朝回家。偶尔新皇赵朔会微服私访，跑到我家来蹭一顿饭，他会向我请教各种治国的问题，而我也乐得给他上一堂堂生动的历史实践课。陛下，你这个新税法有点像唐朝的两税法，但忽略了抑制土地兼并的问题，长此以往会出大乱子。我给你讲个叫王安石的人的故事。陛下，你想开海禁，想法是好的，但海军不能没有。你知道一个叫郑和的人吗？他的船队……赵朔总是听得如痴如醉，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我的老婆苏清玉则会在一旁一边为我添茶，一边用那种崇拜又爱慕的眼神看着我。他总说我是他这辈子做的最成功的一笔风险投资。我笑了笑，不置可否。我只是一个想安稳度日的历史系研究生，一不小心把自己的毕业论文变成了现实。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我躺在院子里的摇椅上，看着远处炊烟袅袅，听着近处娇妻的笑语。这样的赘婿生活似乎也还不错。